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件事真的会让你很惊讶。3种在菜市场随处可见的普通蔬菜，帮助肾脏代谢过滤的效果，居然比我们常用来保养身体的大蒜和柠檬高出150倍之多。各位观众，你是不是也一直很好奇，那些价格便宜、到处都买得到的青菜，竟然在帮助肾脏代谢废物、减轻身体负担这件事上，比我们天天用的保养食材还要厉害这么多？我以前也一直相信，大蒜和柠檬是帮助肾脏清理毒素的最好帮手。可是看诊的病人越来越多，查阅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之后，我才发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真相。有3种在台湾很普遍、价钱又亲民的蔬菜，帮助肾脏维持正常运作的能力，比大蒜和柠檬强上150倍。这不是随便说说，而是有清楚的生理机制做依据，它们的利尿效果更温和，对肾脏周边组织的修护与抗炎作用更稳定，还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尿酸值。很多中老年人常常觉得腰酸不舒服、双脚浮肿、排尿量变少、尿液颜色又深又黄，其实大多和肾脏的日常负担太重有关系。我一直记得一位67岁的陈阿妈，她住在桃园，平时做美容相关的工作，来我这里看诊的时候，肾脏相关的检测数值已经明显偏高，超出了适合中老年人的理想范围。阿妈跟我说，她平常很注重保养，每天晚上都会喝柠檬调的温水，1个礼拜也会吃几次蒜类制品。就算这样，她还是常常觉得很累，双脚重重的提不起劲儿，尿液颜色很深，晚上睡觉也睡得不安稳。我请阿妈把我接下来要介绍的3种蔬菜其中一种加进每天的饮食里，再配合对的时间，用对的方式喝水，就这样调整了6个礼拜。阿妈再去检查，原本偏高的数值就明显回落，回到相对平稳的状态。阿妈很开心地跟我说，身体好像变轻了，就像把背了很久的重担放下来一样。这件事听起来好像很不可思议，但是用生理机制来解释就很明白。等一下我会用简单好懂的方式，让大家知道为什么这3种蔬菜在减轻肾脏日常负担上，比我们习惯用的大蒜和柠檬更适合中老年人。其中第3种蔬菜效果最温和也最实用，却有很多人平常根本不会想到要用它。你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才不会漏掉最关键的保养方法。各位观众，你是不是也曾经觉得很纳闷，自己吃的清淡，不抽烟，不喝酒，也固定用柠檬和大蒜保养，可是肾脏相关的状况还是不理想，身体整天累累的提不起劲。原因其实很简单，就算我们吃的再健康，身体每天还是会产生代谢废物，来自淀粉和甜食的代谢负担，常年吃太咸累积下来的身体负担，关节不舒服时吃止痛药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个大家几乎都犯过的坏习惯，就是憋尿。这些事情都会让肾脏每天都处在超负荷的状态。就算你常吃大蒜，喝柠檬水，也没办法真正帮肾脏减轻压力。当肾脏长期负担太重，身体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信号，双脚浮肿，尿液里泡沫变多，排尿量变少，血压不稳定，没有原因也觉得很累，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你要好好帮肾脏减轻负担了。想要让肾脏维持平稳健康，我们就要选对适合的食材，能够温和帮助代谢，增加肾脏周边血液循环，让废物顺利排出的食材。而我接下来要分享的3种蔬菜，就是最适合中老年人日常保养的好帮手。你千万别急着划走，这些方法很简单，每天做一点，就能让肾脏慢慢变轻松。首先我们来说第1种蔬菜，鱼腥草，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温和代谢，清热抗炎。各位观众，人到了中年，尤其是过了60岁，肾脏的代谢能力本来就会慢慢下降，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也正因为这样，选择温和又能长期帮身体减负的植物就变得特别重要。在台湾常见的野菜和蔬菜里，鱼腥草很值得我们认识，它就像一个低调又实用的小帮手，
不管是传统用法还是现代研究，都对它有正面的评价，只是一般人平常很少特别去用它。在台湾民间的传统用法里，鱼腥草本来就是用来清热、舒缓发炎、帮助排尿的食材。现代研究也发现，它里面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成分，能帮助身体维持稳定状态，也能让肾脏的运作更顺畅。鱼腥草里面含有丰富的分泌素，这种成分对肾脏周边的组织很友善，能帮助减缓发炎反应。肾脏周边的组织一旦长期处在不舒服的状态，滤血代谢的速度就会变慢，人就容易脚肿、腰酸、排尿不顺，全身重重的没精神。前皮素就能在这方面起到稳定的作用，让肾脏不用那么费力工作。除此之外，鱼腥草还有天然的抑菌成分，对泌尿道特别温和。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遇到排尿灼热、反复不舒服的问题，固定适量吃鱼腥草就能慢慢改善这种状况，减少细菌堆积给肾脏带来的额外压力。鱼腥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身体维持健康的尿酸值。尿酸太高不仅会让关节不舒服，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把尿酸稳定在合适范围，人自然就比较不累，也能减少泌尿系统产生结晶沉淀的风险。鱼腥草的利尿作用很温和，不会像有些强效利尿的食材一样，让身体越排越虚。肾脏可以顺着身体自然的节奏，慢慢把多余的水分和废物排出去，就像家里的滤水器，每天清一点点，就不会堆积厚厚的脏东西。日常使用的方式很简单，每天可以喝150到200毫升的鱼腥草煮水，滤掉渣再喝，或是午餐的时候吃20到30克的新鲜鱼腥草叶片。我特别建议大家，早上不要生吃鱼腥草，肠胃比较敏感的人一早吃偏凉的食材，很容易胃不舒服，肚子冷冷的。就算鱼腥草性质温和，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用同样的方式。脾胃比较虚，容易拉肚子，肠胃功能不好的人，要把鱼腥草煮熟再吃，或是减少用量，避免肠胃负担太重。人过60岁，消化能力本来就不如从前，用对烹调方式跟选对食材一样重要。接下来我们说第二种蔬菜，芹菜。它的重点是帮助增加肾脏周边的血流量，减缓发炎反应。各位观众，如果说鱼腥草偏向清热代谢、稳定排尿，那芹菜就是帮肾脏打通循环、补充动力的食材。这种作用对中老年人特别重要。人过了50岁，肾脏里的微小血管会慢慢变窄，弹性变差，流到肾脏的血液量也会慢慢减少。血流一旦不够，肾脏过滤代谢的速度就会变慢，人就容易脚肿、很累、睡不好、脸色暗沉。所以，稳定肾脏的血流量是维持肾脏正常运作很关键的一件事，而且方式一定要温和，不能给身体压力。芹菜里面含有丰富的芹菜素，这是一种天然的抗炎成分，能保护肾脏的微小血管，减少氧化压力。而氧化压力正是让肾脏细胞提早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因为芹菜素，芹菜才能有效帮助稳定肾脏的血流量，让肾脏运作更顺，减少因为循环不好、发炎带来的各种不舒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真实的看诊经验。在我的诊间里，曾经有一位53岁的黄先生，他长期血压偏高，整天觉得累，腰肾的地方常常酸酸胀胀的，肾脏相关的检测数值也处在偏高边缘，显示肾脏已经开始承受多余的负担。让他身体快速走下坡的原因，不只是年纪增长，更关键的是他长期吃得太咸。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个习惯，觉得菜够咸才够味才好吃。我请黄先生先把每天的食盐量降下来，控制在适合中老年人的范围，同时每天早上喝120毫升左右的芹菜汁，但是一定要先吃几片面包或半碗稀饭再喝，避免空腹伤胃。另外，我也帮他调整喝水的时间和节奏，让全身循环更平稳。5周之后，黄先生回诊，结果连他自己都很惊讶。
原本偏高的肾脏数值明显下降，血压也更平稳，晚上睡得更沉，身体变轻了，腰背部的沉重感也少了很多。从黄先生的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芹菜的作用主要有3个方向。第一是温和利尿，帮助肾脏顺利排出废物，不会像强效利尿食材那样让人越排越虚。第二是稳定肾脏血流量，让过滤代谢的机制正常运作，减轻微小血管的压力，这对中老年人特别关键，不管用什么保养方式，血流不够，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第三是减缓发炎，改善腰酸、排尿量少、排尿灼热、轻微浮肿等循环不好常见的问题。芹菜的使用方式也要注意，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你可以用1到2根芹菜榨汁，取120毫升左右，早餐过后15到20分钟再喝。也可以把芹菜和红萝卜、白萝卜加一点点瘦肉一起煮汤，午餐喝，清爽又好消化，对中老年人的肠胃很友善。不过芹菜不是人人适合大量吃，血压偏低的人不适合喝太多芹菜汁，空腹喝容易头晕无力。正在服用利尿剂的人要先问过医生，避免利尿作用重复，让身体流失太多钾离子，出现心悸、疲累的状况。肠胃弱的人也尽量吃煮熟的芹菜，比较不会肚子冷不舒服。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可以在底下留言写2，让我知道你有认真看完，也陪你一起每天顾好健康。第3种蔬菜，车前草，它能帮助舒缓肾小球部位的发炎，提升过滤代谢的顺畅度。各位观众，芹菜虽然实用，但还不是对肾脏最温和又强效的食材。排在第3位的车前草才是帮很多肾脏早期负担偏重的人得到明显改善的好食材。特别多人都知道车前草，却只把它当成普通清热的野草，很少人知道用对方式的车前草能直接作用在肾小球，而肾小球正是肾脏负责过滤血液最关键的部位。曾经有相关研究指出，车前草帮助提升肾脏过滤效率的能力，甚至比我们常说的维生素 C 还要稳定。这件事听起来简单，但是对中老年人来说，过滤效率变好，就代表肾脏更轻松，废物不容易堆积，长期疲累的状况也能慢慢改善。你可以想象，肾脏每天要过滤大量的血液，一旦肾脏周边组织长期处在轻微发炎的状态，只要过滤速度慢一点点，身体马上就会出现信号，像是排尿灼热、排尿量变少、尿液颜色深、下腹部胀、腰酸背痛，这些都是我在中老年人身上最常看到的状况。车前草里面含有车前苷，这是一种能帮助舒缓肾小球部位发炎的成分。也正因为这个成分，车前草能从3个方向帮肾脏维持健康。第一是减少尿液中异常的蛋白流失，这是肾脏功能早期预警的重要信号。第二是提升肾小球的过滤效率，让血液更稳定地被清洁。第3是清热利尿，减少废物沉淀，减轻排尿时的灼热和不舒服。以专业角度来说，我常常把车前草的作用比喻成帮肾脏调整到最舒服的呼吸节奏，周边组织的发炎减轻了，血液流过肾小球更顺，废物排得更快，下腹部胀，腰酸的感觉也会跟着减轻。对很多人来说，光是腰酸减轻，尿液颜色变清，就已经是生活品质很大的改善。车前草的使用方式很简单，每天用10到15克的干燥车前草，或是30克左右的新鲜车前草煮水喝就可以。不要煮得太浓，太浓容易让身体排水太快，流失矿物质，让人觉得累、虚冷。最适合用车前草的人是常常排尿灼热、体内偏热、尿液颜色深黄，或是喝水太少、肾脏容易有废物沉淀的人。不过有些状况要特别小心，正在拉肚子的人不适合用车前草，它的利尿作用可能让身体脱水更严重。正在服用强效利尿剂的人，要先咨询医生，避免利尿过度。
如果你觉得这段内容很实用，可以在底下留言写3，让我知道你有收到这份健康知识。接下来我们说说日夜护肾黄金三角。各位观众，以前我们大多只知道用大蒜、柠檬做简单的抗氧化和代谢保养，但是在临床看诊的经验里，我发现我们今天说的这3种蔬菜作用更深入、更温和，更适合中老年人长期保养。它们不是只做表面的清洁，而是从根本帮肾脏调整过滤代谢的节奏，更平稳、更持久，也更不伤身。它们的作用主要有4个方向。第一是稳定肾脏血流量，让肾小球有足够的动力过滤，不容易累。第二是温和利尿，让溶解的废物顺利排出去，不会堆积造成浮肿和疲累。第三是舒缓肾脏周边组织发炎，减轻腰酸，排尿灼热，废物沉淀，也能帮助维持健康尿酸值，减少痛风和长期肾脏负担的风险。第四是让泌尿道维持平衡，减少发炎、堵塞和淤积。我常常把肾脏比喻成身体里最精密的滤水厂，大蒜和柠檬就像只擦干净外面的玻璃，而鱼腥草、芹菜、车前草这3种蔬菜是把内部管路、滤芯、传送带一起清理保养，整个系统的每一个小地方都顺了，肾脏的整体运作才会更稳定健康。也正因为这样，它们不只是单纯帮助代谢，而是全天优化肾脏不停歇的过滤节奏。我还记得有一位80岁的台南阿公，生活作息本来很规律，但是那段时间常常很累，下腹不胀，排尿量变少。我请阿公保持一个很简单的习惯，每天早上喝一杯温温的车前草水，午餐加一点鱼腥草，傍晚吃煮熟的芹菜，避免伤胃。阿公很有耐心，每天规律做，不急躁，不过量。就这样坚持3个月，在回诊的时候，医生说阿公的肾脏相关数值明显改善，整体的健康状态就像年轻了好几岁。这个例子也让我更确定，只要用对食材，用对方式，帮肾脏减负，肾脏的自我调整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很有帮助，可以在底下留言写4，让我知道你正在认真顾好自己的健康。再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关键的观念，善用生理时钟，肾脏保养的效果可以再提升3成到4成。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同样的食材，同样的做法，吃的时间不对，效果差很多。这不是什么玄妙的道理，只是我们的身体本来就有固定的生理节奏，懂得在对的时间用对的方法，就算量少，效果也比吃多几倍还要好。简单说，用对时间比加量更有用。早上身体从睡眠慢慢醒过来，血管扩张的状态是一天里最好的，这时候最适合用芹菜，少量芹菜就能温和帮助肾脏血流稳定，让肾脏慢慢醒过来，不会有突然的负担。你可以用1到2根芹菜榨120毫升左右的汁，早餐过后15到20分钟再喝。肠胃弱的人不要榨汁，改煮成芹菜汤，更好吸收，也不会胃冷。对中老年人来说，这是最温和激活肾脏自然过滤功能的方式。中午是身体活动力最强的时候，心血管、代谢、过滤系统都在高速运作，肾脏要处理的代谢废物也最多。这时候最适合吃鱼腥草，帮助温和代谢、利尿。你可以午餐时吃20到30克的新鲜鱼腥草叶片，或是用鱼腥草和梨子瘦肉煮汤。注意不要吃太多，鱼腥草性质偏凉。中老年人适量就好，就能达到温和稳定的代谢效果，也不会因为排尿太多流失电解质。晚上身体开始放慢节奏，中老年人肾脏周边容易发炎的部位常常会有轻微的水分堆积，很多人晚上会觉得排尿灼热、腰酸、睡不好，就是因为这个部位受到刺激。这时候车前草的效果最明显，用10到15克干燥车前草煮成温温的茶，晚上7点以前喝完，能帮助舒缓发炎，让泌尿道舒服，也能改善睡眠品质。我常常提醒大家，不要喝太晚，
不然晚上频繁起夜会打断睡眠，而睡眠正是肾脏恢复最好的时机。有慢性问题的人用量要更谨慎，高血压的人可以用这3种蔬菜，但是早上芹菜汁减量到60到80毫升，避免血压降太快。糖尿病的人尽量直接吃鱼腥草，不要喝汁，避免血糖波动。肾脏功能已经处在中期敏感状态的人更要控制用量，不要喝太浓的车前草水，避免给过滤机制带来额外压力。在长期看诊和指导的过程里，我发现大家只要懂得配合生理时钟和食材特性，身体的感受会好非常多。不知身体变轻，睡眠变好，消化更稳，脚肿、排尿灼热、疲累的状况也明显减少。这也说明肾脏保养不是吃越多越好，而是在对的时间做对身体最适合的事。当你懂身体的节奏，就不用盲目尝试，而是很清楚自己在用科学安全的方式顾好肾脏。接下来我把黄金三角变成3道简单的家常菜，让大家每天吃也不腻。各位观众，我一直强调，中老年人的健康保养只有变成日常饮食习惯才真正有用。肾脏是常年默默承担压力的器官，选对蔬菜，对的搭配，对的时间，对的煮法真的特别重要。所以我分享3道结合现代营养、传统智慧和台湾在地生活习惯的简单食谱，让你一边吃美食一边顾肾脏。第1道，早上唤醒肾脏的温温芹菜苹果汁。早上是睡眠后循环开始加速的时候，也是中老年人肾脏最容易启动不顺的时候。因为肾脏周边的微小血管会跟着生理节奏收缩，所以喝一杯温和的饮品，既能稳定肾脏血流，又不会伤胃，特别重要。这道汁的重点就是温热、清淡，帮助循环。芹菜有天然的芹菜素，对循环好。青苹果给一点点天然鲜威和甜味，加温水调和，减少寒凉感，更好吸收。材料只要30到40克芹菜，1/4颗青苹果，100毫升温开水，全部打成汁后滤掉粗渣，对肠胃更没负担。我特别提醒，不要加糖、蜂蜜、盐，这些都会增加肾脏负担。早餐过后20分钟喝最刚好，身体有缓冲，肾脏被温和唤醒，不会出现空腹喝果汁容易头晕、血压偏低的状况。第2道，中午代谢减负的鲜香鱼腥草卷。中午身体活动最强，代谢最快，也是肾脏废物最多的时候。中老年人午餐如果吃太油、太咸，很容易腹胀沉重，让肾脏更累。所以我选鱼腥草做主食材，它能帮助代谢、舒缓发炎、温和利尿。材料很简单，20克新鲜鱼腥草洗干净，搭配50克蒸熟或煮熟的瘦肉片，或是无刺鱼肉，都是好消化，不会增加肾脏负担的优质蛋白质。生吃鱼腥草能保留最多的抗炎成分和天然有益物质，只要把鱼腥草叶片包在肉片或鱼片里，沾一点点低盐酱油就好。我一定要强调，味道重，含盐高的酱料完全违背护肾的目的。每1克多余的盐都会让肾脏锁住水分，造成浮肿、血压升高，饭后更累。这样吃鱼腥草，身体能好好吸收有用的成分，又不会胃冷，比空腹喝鱼腥草汁温和很多。第3道，晚上舒缓肾脏的车前草甘温茶。晚上身体从活动转向休息，白天肾脏负责过滤排泄，晚上就需要温和舒缓，减少刺激。车前草是台湾人很熟悉的植物，能帮助舒缓发炎，让泌尿道舒服。睡前帮身体清热稳定。材料是10克干燥车前草或是20克新鲜车前草，加1到2片小甘草片，增加一点点天然甜味。用500毫升温水冲泡15到20分钟就可以。我诚恳提醒大家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一定要在晚上7点以前喝完，喝太晚容易晚上频繁起夜，打断睡眠。现代医学也认为，深层睡眠是肾脏恢复最好的时间，睡眠被打断，恢复就不完整，第2天会更累。另外，不要泡太浓，
车前草用量不对，容易利尿过度，流失矿物质，建议喝5天，休息2天，让身体自己调整平衡，电解质更稳定。如果你觉得这3道食谱很实用，可以在底下留言写6，让我知道你准备试试看。接下来我要说使用这3种蔬菜最容易犯的3个错误。很多人用对了食材，却因为一个小地方做错，效果减半，甚至反而不舒服。中老年人的神经系统比较敏感，身体调节水分和电解质的速度也比较慢，所以这3个错误一定要避开。懂了之后，就能让肾脏过滤系统每天顺顺的。第一个错误，榨汁太浓，喝太快。浓度很高的芹菜汁、鱼腥草汁，生物活性成分很强，年轻人身体代谢快，比较没问题。但是中老年人喝太浓，很容易出现电解质暂时不平衡，累、头晕、血压波动。我遇过很多阿公阿妈跟我说，喝完几分钟就手脚软，没力气，这就是身体对高浓度成分反应太快的信号。正确做法一定要加50到70% 的水稀释，小口小口慢慢喝，而且一定要饭后15到30分钟再喝，让肠胃有缓冲，吸收更平稳。这个小技巧几乎能避开中老年人所有不舒服的反应。第二个错误，空腹吃鱼腥草。鱼腥草性质偏凉，有天然抑菌和清肠的作用。空腹吃，清热和利尿的效果一下子出来，很容易胃不舒服，肚子冷，轻微拉肚子。中老年人肠黏膜本来就比较敏感，时间不对，身体马上就有反应。正确做法一定要午餐中或是午餐后立刻吃，这时候身体能量足够，能很温和接受鱼腥草的好处，不会消化不良。时间用对，你只会感受到温和的代谢效果，完全不会肚子冷不舒服。第3个错误，车前草长期不控制量一直喝。车前草的利尿和抗炎效果很温和但稳定，也正因为这样，中老年人更要按原则使用，喝太浓或是连续喝2-3个礼拜不休息，身体容易流失矿物质，出现抽筋、累，晚上频繁起夜。有些阿公阿妈以为尿多就是排毒快，其实这是身体排水过度的信号。正确原则是喝5天，休息2天，让肾脏自己重新平衡。绝对不要晚上7点以后喝，会刺激夜间排尿，打断睡眠，而睡眠就是肾脏最好的天然修复剂。睡得深的人，肾脏恢复速度比睡不好的人快好几倍。你只要避开这3个错误，芹菜、鱼腥草、车前草就会成为你最实用的护肾小帮手，不会累，不负担，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体质。这就是安全、科学、长期顾好肾脏最简单的秘诀。最后一部分，我要跟大家说使用这3种蔬菜的重要注意事项，特别是正在吃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认真听。芹菜、鱼腥草、车前草虽然性质都很温和，但还是有一定的生理活性，对循环、代谢、泌尿系统都有明确作用。用对是好帮手，用不对，尤其是身体已经比较弱，正在治疗的人，就可能出现不必要的反应。所以这一段是帮你设一道安全防线，让你用得安心、有效又不会伤肾。血压偏低的人要特别小心，芹菜有帮助放松血管、温和稳定血压的作用。健康人喝了很舒服，但是血压本来就偏低的人，早上喝120毫升芹菜汁，就可能头晕、手脚抖，吃完早餐还是累，没力气。很多人误以为是排毒，其实是身体来不及调节血压。最好的方式是减量或是改吃煮熟的芹菜，加热之后血管放松的效果会变温和。正在服用利尿剂或是抗凝血药物的人一定要更注意，鱼腥草和车前草都有天然利尿作用，和利尿剂一起用，身体容易流失太多钾，出现心跳快、累、抽筋。正在吃抗凝血药物的人，芹菜吃太多可能增加抗凝血效果，出血时间延长。我曾经遇到一位台中的阿公，每天喝芹菜汁，又刚好在吃抗凝血药物，手脚容易出现淤青。科学安全的做法是
蔬菜用量减半，每周只用3到4天。正在接受药物治疗的人，最好先问过医生，避免作用重复或增强。正在拉肚子、肠道敏感发炎的人，症状明显的时候，不要用这3种蔬菜。鱼腥草偏凉，有抑菌清肠作用。车前草利尿强，肠道已经受刺激的时候，再用清凉促进排泄的食材，会让拉肚子更严重，脱水，肚子更痛，身体更虚。最简单安全的方式是，先暂停这3种蔬菜，改喝温开水，补充电解质，吃好消化的食物，等肠胃稳定再说。如果出现头晕、腰酸变严重，脚浮肿更厉害，喝完觉得身体更虚，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这些都是肾脏负担太重，身体来不及适应的信号，不是很多人误以为的好转排毒反应。停下来观察24小时，症状没有改善，就要联系医生检查肾脏功能和电解质，避免小问题变严重。我讲这些注意事项，不是要让大家害怕，而是让你更懂得主动照顾自己，倾听身体的声音，用最正确、安全、有效的方式使用这3种对肾脏很友善的蔬菜。这是科学知识，加上中老年人真实生活经验的结合，让你顾肾脏的同时，不会给身体带来多余负担。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让我对指导中老年人护肾的方式有了很深的改变，也让我更相信人体就算到了中老年，只要用对时机，用对方法，依然有很强大的自我调整能力。这位是61岁的李阿伯，老家在南头，在台北生活很多年。第一次来我这里看诊的时候，脸色疲惫，眼神没光，长期睡不好，肾脏相关数值偏高，尿液颜色深得像浓茶，睡眠时间短，又容易醒。阿伯跟我说，走一小段路就喘，身体重重的，像绑了铅块。我仔细了解他的生活习惯后发现，最关键的问题不只是饮食控制不好，而是肾脏长年累月负担太重。我请阿伯用我们今天说的护肾黄金3角，早上用芹菜，中午吃鱼腥草，晚上用车前草。我特别跟阿伯说，蔬菜要配合规律，正确的喝水节奏，才能真正发挥效果。李阿伯每天都很认真，很规律的做。有一次他还打电话跟我说，他怕喝不够没效果，走到哪儿都带水壶。6周之后，阿伯的检查结果连我都觉得很惊喜，原本偏高的数值明显下降到平稳范围，尿液变清，味道变淡，睡眠深沉又连贯，脸色慢慢变回红润。最明显的是，身体的沉重感几乎都消失了。听阿伯说这些改变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就像跟着他一起卸下了常年的重担。我也更深刻体会到，书本上的科学知识有时候真的比不上一个真实的人，真实的身体一天一天慢慢变好的样子。从李阿伯的故事里，我深深相信，只要用对方法，你的身体依然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就算年纪不再年轻，也一样可以慢慢变轻松，变健康。如果你看到这里，我想邀请你在留言区留下数字8，让我知道你已经收到这些实用又安全的护肾知识。最后帮大家简单总结，这3种蔬菜对肾脏的好处主要有3个。第一，温和利尿，帮肾脏顺代谢排毒，符合身体自然节奏，不刺激不过载。第二，舒缓肾脏周边组织发炎，减轻腰酸，排尿灼热，让排尿更舒服。第三，稳定肾脏血流量，用对方式能让肾小球的运作更有效，更平稳。身体最常感受到的改善是身体变轻，浮肿减少，尿液变轻，比较不累，睡得更沉，血压也更平稳。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很有帮助，欢迎分享给有血压偏高、尿酸困扰、血脂问题的朋友。这些族群的肾脏更容易负担过重，很多人自己却完全不知道。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这3种蔬菜里，你觉得哪一种最容易融入日常生活？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实际状况，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不要错过更多简单、安全、适合中老年人的健康知识，
再次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身体健康，每一天都过得轻松又愉快。